Hello Hello Hello， 有一个重大发现啊！对我来说，昨天带孩子去吃冰激凌，拍了点照片。我是带着那个 Q3 去的，就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啊，就是在做后期的时候，用那个 Q3 的文件呢，如果你只拍那个 RAW 文件呢，你在后期的时候你很难把它还原成它机内直出的那个 JPEG 的那个感觉。昨天就回来拍了点照片回来试啊。是突然有一个意外收获，好像效果还比机内直出效果更好，所以呢，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录个屏啊，录个屏。OK， 你看啊，这个是昨天照的 Q3 照的，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用那个 Capture One， 好久没有用 Lightroom 了。我昨天意外的就是昨天意外打开了一下 Photoshop。那个 RAW 文件进 Photoshop 的时候，要先要给你，就是说你要先调整一下，先预设一下，然后 Camera Raw 先预设一下，然后你再能进 Photoshop。然后我就突然发现了有一个 profile 就模板吧，就是你应该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自带滤镜。然后呢，现在最新的这个 Lightroom 它有一个这个 Adaptive Color。这个就是利用 AI 来调色的，它出来的就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比机内直出的那个 RAW 呀要好很多。我给你看一下啊，这个机内直出 RAW 是这样的，然后你看这个调完以后，而且最主要它很方便，它只需要摁2下，对吧？我给你还原一下啊，一个呢就是 HDR 模式，这个关掉，然后呢一个就是这个 Color， 就是那个 Camera Profile。你看啊，这个就是机内直出的颜色曝光，当然我裁切了，原图就不是这样的。你看啊，这个是 Adaptive Color。一下就亮了好多，然后颜色呀各方面的也不一样了，再加一个这个高动态范围模式，哎，又亮了很多，对吧？这儿有点过曝，但这都无所谓啊。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曝光降低一点，对吧？又回来了嘛，对吧？那就看你自身喜好了，或者 highlight 降低一点，对吧？就很真实。这就很真实。然后看下一张啊，你看这个黄色跟这个黑色这种金属的质感，如果我什么都不调，如果是 Q3 直出的 RAW 文件的颜色是这样的，比较白，对吧？有曝光有点爆，但是呢没关系，2步轻松搞定，对吧？再看一张这个，看见吗？看一下原图直出的这个颜色，就过曝了。一样的，选一个这个adaptive color， 然后加一个 HDR 2下，直接颜色就给你搞定了。非常的方便。再看一个这个，直出 RAW， 调完以后，再看一个直出，调完以后也就用这调一下，也就2秒钟，看你机器速度怎么样。这个是直出啊，直出调2下，对吧？然后这个直出调2下，这个没那么明显啊，这个没有那么明显。然后看看这个。
这个是直出。就你看，我们发现其实就是徕卡的直出的 RAW 文件，感觉也就还好。我是为什么想调呢？因为我觉得我在机器的那个显示器上，我在那个相机的显示器上屏幕上看呢，就那个锐度就很高。可是我用 RAW 导到电脑里呢，就没有那么高的锐度。预览图呢是有的。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给它还原，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哥能有这个办法给它还原一下，可以跟我说一下，留个言什么的。然后呢，我现在呢就简单2步，当然你以后需要的话，你还可以微调啊，简单2步，一下就变得非常的通透，非常的亮，对吧？看一下这个啊。这是原图直出啊，原图直出，徕卡 Q3 原图直出，RAW 相机直出。然后这个呢，就是调了2下，调了一个这个 Profile， 还调了一个这个 HDR 模式，然后还有这些都是就调2下。然后后来呢，我就想，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呢 ，Q3 呢，它是一个全画幅，动态范围应该是15档啊，不太确定，应该是它的这个色深是14比特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用这种方式呢，来看看那个 GFX 100S2 的16比特色深能有什么效果啊？因为我原来都用 Capture One 来调，我大概有7、8年没用 Lightroom 了。但今天这个呢，我觉得它结合了 AI 呢，第一呢很方便，第二呢就比你自己调的颜色要好很多。你要是经常玩后期的话，你应该有这个感觉，就是说，你拿到这个 RAW 文件以后呢，它第一步套一个曲线或者套一个滤镜呢比较重要。那现在呢，直接就能给你套一个这个，我觉得就效率就非常的高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啊，这个是原图，这个2步操作，加了一个这个应该叫自适应色彩模式吧，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高动态范围，加了这2个。看看这张啊，原图。调整2下，我们放大看一看啊，细节这个锐度也很高，是不是很厉害啊？这是 GFX 100S2，然后竹子林啊，这个可能就变得比较夸张了。这是之前，这是之后，调了一下白平衡。这个老树盘根啊，之前之后看一下细节啊，锐度很高。我这个应该是开的大光圈当时，然后好，我们现在调整一下哈，重新来操作一下，拿这张吧，这张我没调过啊。那拿到第一步呢，就很简单，2下，选一个这个 Profile， 默认的是 Adobe， 我们选这个 Adaptive， 自动给你调了一个颜色。然后呢，再来一个高动态范围，哇，一下整体的感觉很亮丽。当然这块是过曝的了，我们把它降下来，把这个 highlight 降一下。好 ，OK， 怎么样？这感觉挺厉害的哈。看看这张啊，这张我不知道，这张我
我感觉不知道能不能调出来啊，试一下。自适应色彩加一个高动态范围，这张就一般了，不行。这个呢？阴影，它把这个阴影拉高了，高动态范围没必要了。OK， 然后我这里还有几张索尼的，我们再看看索尼的啊。索尼的拍的这个草，芦荟吧，这是加一个自适应色彩 ，OK， 然后加一个高动态范围。有点过曝，然后我们也还好。那天光线不好，我这些图基本上都是中午拍的，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光线。我看看这个啊，这个来一个自适应色彩，哇，一下变了很绿。加一个高动态范围，还 OK， 还不错，还不错。我先给它暂停一下啊。所以说现在我感觉啊，就是让我忍不住的去联想，以后这个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呢，我们现在以后买相机到底是买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就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啊？因为现在这东西也不便宜，对吧？很贵。其实前2年出来可能热度最高的呢，应该就是那个哈苏了。哈苏就是靠它的这个自然色彩科学嘛。但是现在 Adobe 出了这个以后呢，你说这个哈苏的自然色彩科学会不会就以后就会慢慢的就很容易的就被替换掉？那么我们是不是买相机更看重的是什么？我现在想啊，我这瞎琢磨啊，我觉得会不会就是说更多的是在于它的一个便携性。当然它的这个画幅肯定是一个基础，就是在它这个画幅的前提之下，比如说我就要选好了，我就要选一个动态范围好一些的，我可能全画幅体积更小一点，主要是操控操作大小便携性，可能还是要看徕卡。为什么呢？因为徕卡一直坚持的理念应该就是便携，对吧？就把相机做的比较小巧，然后镜头的锐度又很高，色彩渲染这个就是其实色彩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现在通过这些机内矫正呀、后期的 AI 呀，我觉得差不多七七八八的都能给你处理好了。所以其实我们更多的以后拍照就简单了，就是玩。其实玩的话呢，你就要好玩嘛，对吧？那就是拿在手里的手感，然后它的那种机械的质感呀、皮革的质感呀、操控性呀，我觉得可能是以后慢慢的买相机的一个首先考量的因素吧。当然还有造型好看，对吧？七七八八说了这么多呢，我觉得就随便聊聊，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的确对我来说这个挺意外的，这次这个发现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感谢